Hello，大家好，我是鹏哥，我是袁姐。端午节快要到了，我们的频道呢近期会推出端午节系列的美食制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开启你的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哦。袁姐，你知道端午节的由来吗？端午节呢，其实最初是起源于吴越时代人民创建的，用于祭拜这个龙祖先的。那么大家都知道的呢，就是屈原投江。当时呢，屈原面临着这个亡国之痛，他在5月5号呢投江自尽。岸上的渔夫和老百姓呢，都纷纷来到江上，奋力的打捞。当时呢，人们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来破坏它的躯体，人们纷纷呢用竹筒来装米，鸡蛋呢投到江里面，还有一些郎中把雄黄酒倒到江里面来。要昏这个蛟龙，使屈大夫的身体呢免受伤害。从此以后人们为了纪念他，每年的5月初5都会到江上投粽子、划龙舟，以此呢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那我们端午节一般呢是吃什么？端午节大家都知道咯，吃粽子、吃咸鸭蛋和黄酒。粽子、咸鸭蛋、黄酒这些东西都是大家知道的，那你说一说大家所不知道的东西吗？好的，过端午节呢，它不仅仅是吃粽子，也是一年里面这个黄鳝它的肉是最嫩的时候。黄鳝呢，它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有端午黄鳝赛人参的一个这个说法。黄鳝呢，它由于口感软滑，没有刺，一直呢都是淡水水产中呢比较受欢迎的一种肉类。尤其呢，它对老人和孩子来说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营养补品。那这个黄鳝在我们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点？黄鳝呢一定要现杀现烹饪，因为鳝鱼体内呢含有氨基酸含量比较多，如果鳝鱼死了以后呢，体内的这个氨基酸呢会变成一个有毒的物质。黄鳝的加工呢必须是活的，黄鳝呢用开水焯烫以后呢，可以洗去外面的这个黏膜，煮出来的这个汤呢可以减少一些腥味。中国呢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一个国家，那么各个民族呢，它也有自己一些特别有特色的一些端午食品。你比如说像吉林省延边的这个朝鲜族人民他们呢最有代表性的食物，你知道是什么吗？打糕呗。对，打糕。那你知道这个打糕是怎么做的吗？是用哪些东西做的吗？就拿一个很长的像木锤子的东西，然后这个具体我也没做过，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电视上面看到过，就是有人做过。对，那么打糕呢，它是将这个艾草，也就是艾蒿跟这个糯米饭，它呢放在这个木桶里面，用长柄的木锤子打这个米糕，然后呢打得非常有弹性。黏密，口感非常的好吃。这种食物呢非常具有的民族特色，可以增添一些节日的气氛。还有一个是艾馍馍。总的来说呢，艾馍馍呢就是用艾草做的。不少地方呢过端午节呢用这个米粉、面粉来发酵，与这个艾蒿一起来蒸馍馍。那么艾草当中呢有多种挥发油，具有芳香的气味，可以杀虫杀菌，对很多细菌呢及皮肤真菌呢它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古代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艾草呢来够去除一些瘟疫，不管呢是食用呢还是熏呢都是比较好的。艾草这个东西就是说在端午节的时候菜场有的卖的，就是一般我们家里面会把这个艾草就买过来之后，然后挂在那个家里的那个门上面或者窗户上面，目的呢就是为了驱虫。端午节期间它是一个进入到这个华梅天，华梅天家里面这个比较潮湿，容易引起一些蚊虫就滋生。艾草放在家里面，这个香味儿可以把这个虫子之类的东西给它去除掉。那么还有一个要吃的东西呢，就是茶叶蛋。端午节呢要煮茶蛋和盐水蛋。蛋呢有鸡蛋、鸭蛋、鹅蛋都有了。那么蛋壳上面涂上红色，用5颜6色的网袋把它装起来，挂在小孩的脖子上。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到端午节的时候弄个鸭蛋，挂个网兜挂在脖子上面。原来它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祝福孩子逢凶化吉，平安无事。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要喝黄酒。大家都知道这个雄黄酒，其实呢，雄黄酒呢，它也是用白酒跟黄酒呢勾兑而成的。那么这么简单的一个饮品，为什么这么有名？你还知道啊？这个雄黄酒应该是跟那个《新白娘子传奇》有关系，因为《新白娘子传奇》里面有一集就讲的就是说，他这个蛇，他怕雄黄酒，遇到雄黄能够现身。
是的，所以呢，民间呢认为蛇跟蜈蚣啊，还有一些毒虫呢，可以通过这个雄黄酒来把它驱除。端午佳节饮黄酒可以驱邪避虫避毒。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呢，那么我们现在啊，端午节大家都知道的是什么呢？要吃五红，就是5种红的食物。小鹏哥，你知道是哪5种红的植物吗？端午节除了纪念屈原，还要避五毒。因为传说中呢，五毒妖怪到了端午节会危害人间。这五毒妖怪就是蛇、蜈蚣、蜘蛛、壁虎还有蝎子。民间用这5种红色的菜象征着五毒的血，吃了这些菜的时候就会把五毒妖怪吓跑，也就是吃五红了。这五红分别为烤鸭、红色的鸭蛋、龙虾、雄黄酒还有苋菜。据说端午节吃了这五红，整个夏天就可以避邪避暑了。是的，我们这几年端午节五红都是吃的。那么我们在后期的端午节的视频里面呢，我们会把这些五红的菜呢都给大家展现一遍制作的流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订阅我们哦。台湾人民也是炎黄子孙，有着中华民族传统习俗。那他们吃什么呢？有什么风俗跟我们大陆有什么不同呢？端午节呢和中华民族的其他传统节日呢，已经深入了台湾社会的每个角落。总的来说呢，风俗和我们大陆呢区别呢不是很大。端午节呢看得很重，端午节一到，家家户户呢都会清扫一新。节前呢，人人呢都要理发。据说，若是头发太长呢，是要被妖精拔去扎粽子。所以呢，节前理发店的生意啊，真的是非常的兴隆。端午那天，妇女们头上呢佩戴艾叶，孩子们身上呢拿着香囊，也叫做香荷包。这个香荷包其实跟我们那个挂鸭蛋是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啊。用这种荷包呢，用5色的绸布呢做成一个鸟兽的形状，里面呢包上一些香末，让孩子呢挂在胸前，不但呢香气扑鼻，还可以防疫祛病。台湾和我们大陆一样的呢，还有端午节呢，他们非常的注重这个气氛。最为热闹的呢，就是划龙舟。台湾各地呢，主要的河川呢，在端午节这一天呢，都会举行盛大的赛龙舟。划龙舟呢，是民间祭祀水神的一种仪式，目的呢，就是为了消灾祈福。后来呢，附会到屈原的故事，说是百姓撑船呢来寻找这个屈原。龙舟呢需要经过一个开光仪式才可以下水。开光呢就是在5月初1，请地方的首长祭拜水神，并且呢提笔在龙舟的龙眼上面点睛。看来台湾人民把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还是延续的挺好的。在端午节的时候，他们吃什么？跟我们大陆一样吗？当然有一样的东西呢，那当然是粽子。那么除了粽子呢，他们还会吃一些传统的一些端午的美食，比如说吃桃啊、茄子呀，还有菜豆。据说呢，吃这个菜豆呢可以健康啊，可以这个长寿。有俗话嘛，说食茄吃到会摇，吃豆吃到老老。是的。还有一个食物啊，就是吃黄鱼。因为从祖上面传下来的民谣，5月5买条黄鱼过端午。但呢，主要呢还是吃粽子。他们这个时候的黄鱼可能是最肥美的时候，跟我们的黄鳝是一样的。台湾的粽子呀，它带有这个非常浓厚的这个闽南的风味，品种呢有比较多，有白粽子呀，有绿豆粽啊，还有这个叉烧粽啊、八宝粽啊、肉粽啊。它里面的内容呢比较丰富多彩，因为大家都知道宝岛台湾嘛，它在这个沿海地区，你像干贝呀、这个哈干呐、等等呢，都可以包在这个粽子里面来吃。那我们再说一下华人比较多的马来西亚，他们是怎么过端午节的？马来西亚人呢，肯定是要过端午节的。马来西亚呢，华人呢占国家总人口的1/3。在华人社区呢，每个中国传统节日呢，都会被完整的保留跟传承下来。尤其是这个端午节，它的气氛呢，非常的浓厚。尽管呢，马来西亚呢很多亚裔是吃这个清真食品的，但在各民族相互包容、开明的政策下，端午节前1-2个星期呢，便可以看到很多卖粽子的摊位出现在大街小巷。马来西亚粽子的特点呢，就是个大，鲜肉粽、火腿粽、豆沙粽、椰蓉粽、五香粽，吃起来品种繁多，非常具有一番风味。
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事情，我们看到这样的五香粽了。对，但是我们没有买，因为我们当时是已经吃过饭了。吃过了，现在想想挺后悔的。对，当时应该买来品尝一下。对，因为我们说一下啊，这个马来西亚的粽子，在我眼睛虽然我没有吃，但是我眼睛直观的看起来，它跟中国的我们江浙沪这一带的粽子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它真的非常的大，这也是我当时吃饱了以后我看的没有买的一个原因。而且当时人家把它剥开来一看，哇，里面很多的东西啊，什么肉啊、花生啊、栗子呀，非常的多。五香粽最起码有5样东西，好像还有虾米，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挑战一下。还有个马来西亚的粽子呢，它的粽叶跟我们江浙沪一带的粽叶不同，它这个粽叶应该是可能属于云南跟那个福建那一带的那种叶子，好像是桐叶或者是箬叶吧，看起来就是叶子比较大一点的。而我们中国这边的叶子呢，它是芦苇叶子，它就是比较细长一点，包起来呢没有那个箬叶那么方便。那么在端午节期间，马来西亚呢也会有一些乡会啊和会馆呢也会配合端午节举行一些庆祝的活动。最普遍的呢要数这个包粽子比赛了，通过比赛呢来传承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文化，提倡乡亲们呢在家包粽，以将包粽子的技巧呢来传给下一代。那么赛龙舟跟新加坡跟我们大陆是一样的了，马来西亚端午节不可缺少的一项就是赛龙舟，各地呢都会热烈上演这个赛事，其中呢沙巴州的龙舟被列为常年运动赛会。沙巴，我觉得他们会不会应该是在海上面赛龙舟？我估计应该是。在吉隆坡的包粽子比赛大会现场呢，还会举办一场裹粽子培训班，手握粽叶。舀起江米，活动中呢，大人小孩呢同场竞技，海南粽、广西粽、福建粽，大赛集合了不同地域和风味的粽子，更有着像娘惹粽这样的创意粽。海外的那些华人，他们对这个过节还是非常重视的，采取的这种赛龙舟啊、包粽子啊，中华的传统的这些过节方式，也比国内更有过节的这种气氛。是的。新加坡呢，除了吃粽子之外，每年的端午节在新加坡的东海岸公园呢，都会举办精彩的龙舟邀请赛，来自世界各地的龙舟队云集于此，一较高低。东海岸公园呢会举办精彩的龙舟邀请赛，来自世界各地的龙舟队云集于此，一较高低。此外呢，因为新加坡地理位置和地形的限制，没有办法举行赛龙舟会。为了方便陆地上举行比赛，也就是新加坡当地最有特色的端午节活动之一了——旱龙舟。我想这个旱龙舟肯定是龙舟没办法下水，可能是在路上面来赛龙舟吧。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比赛项目啊。那么最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新加坡的娘惹粽。鹏哥，你知道娘惹粽是用什么材料包的吗？娘惹粽在当地非常受欢迎，它那个粽子啊融入当地的美食，独具当地风味。大厨们用独特的香料，配上酱油，精心腌制上等的瘦肉，再配以香甜爽口的冬瓜条混炒，裹入透白洁净的糯米之中。粽子以斑斓叶包裹，制作过程中斑斓叶的清香侵入糯米，让粽子愈放肆意。是的，看来海外华人他们包的粽子呀，真的是比我们中国人品种繁多，口味也是非常多样的。因为他们的文化呢，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赛龙舟啊、包粽子呀作为代表性的端午节的一项活动，是一笔无形的文化的财富。不仅在国内传承，把端午节这个节日呢，在海外来发扬光大，将传统与现代方式结合起来的一种端午节，是海外华侨华人身在异乡寄托家人关怀的一种方式。走向海外的端午节，吸收了各个国家不同文化的养分，繁衍出多样化的新鲜方式，变得更加丰富，更加魅力。过2天就要到端午节了，让我们祝世界各地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华人端午节快乐！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再见。再见。